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巴斯特，欢迎来到我的玩具分享的时间了。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玩具呢，就是来自于飞虎队的第3位成员 Dedo Ando 封锁。那08动画中的封锁呢，跟 G1 人设是差不多的，都是一个比较阴郁悲观的家伙。甚至呢，他使用的是一个爵士的模具啊，为了凸显他这个忧郁的气质，还给他画了2抹胡子。这些机器人的脸上涂上这些人类的特征以后，会显得特别的喜感啊，也为这个角色增色了不少，一下就有了记忆点，让人能记住它了。那至于载具方面呢，这个我说不上来是什么车啊，看起来就是一种超级跑车的样子，还是一个异箱的，只有一箱的这种跑车的造型。涂装方面是不用多说啊，年会系列的涂装一直都是非常给力的，这些黄色的地方都是些上漆啊，轮胎里面也有银色的点缀。整个车玻璃也是那种黑色的涂装啊，这种黑色的涂装特别像是那种皮鞋擦了油一样，非常亮的、非常油腻的这种黑色啊。那它整体的这个外壳的颜色呢，有点偏向于G1玩具的颜色，看起来是比较暗淡的，不像动画片里面那么有光泽了。这个条纹更不用说，是封锁的一个标志所在了。车头前面还有飞虎队的一个标志，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小标志了。它的车灯的地方都是一个透明零件啊，一个紫色透明件，还是比较好看的吧，看起来有速度感啊，这个看起来特别的邪魅啊，这2个紫色的大车灯，整个车的这个载具啊是非常的好看。底盘来看呢，这个就整个人形就在这里面包着了。那08动画的设计啊，这些玩具的设计，我一直觉得是比较讨巧的。它的变形并不复杂，设计也并不难，但是它就是在这些载具与人形之间的切换上面特别的顺滑，特别的丝滑呀，哪边都能兼顾到啊，非常不错的一个平衡吧，可以算得上是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变形吧，它的变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。首先第一步呢，我们来到车尾后啊，给它把这2块板件给它解锁，也没有解锁，它没有卡扣，就是给它翻上去就行了。然后呢，看到侧面啊，它这个手就是这样攒在里面，我们把它给它这种掰开一点，给它稍微掰开。这个地方是有这2个插槽，就插在这里面去固定的。这个手呢就可以给它放下来了，这边也是。它就是这种靠一些关节的小韧性给它固定住。那这个样子呢，2个手就伸出来了。我们先不要管，我们把它整个车壳，这样子给它从这个地方看，握住这个根部，给它使劲往后翻。一翻呢，它这整个腿就变完了，它的腿就是这么简单就翻出来了。这个脚底板呢，给它打出来，给它放平就行了，给它都打出来，凸出来以后。2边分开，这个就是它的人形的腿部啊，非常简单就完成了，非常高效的一个变形啊。整个腿部的造型就是这个样子了，也是占了它这个人设的便宜吧。就是这个样子就能站起来了。上半身这样就能看到它的人脸了。我们把它这2个轮胎往里面推啊，藏到这个车壳里面去。然后呢，这个东西不用管它，这个小零件啊，你把它翻上去以后。你把这个车壳往下推的时候，它的头就会顶出来，然后这个零件会填补到这个空隙里面，算是一个小小的机关吧，还挺有意思的啊。至于这个手臂呢，就给它旋转啊，这边转过来，这个往上转，手打平啊，就变完了。这个就是非常简单，而且它这个地方呢，有点像，有种就能听到这种咔啦咔啦的这种声音，就是有一点点的固定，但并不是特别的多啊。但这个固定的效果呢，有个小弹簧的固定呢，是要比 RTS 3.0的那个爵士要好非常多的啊。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它那个就直接扣上去，没有任何固定。这个还有一点点这种类似于卡扣的感觉啊，不会让你这个一下子就看我怎么晃它都不会去动得特别厉害，我只有用手用力的话，它才会动。算是一个稳定性的体现吧。那说着说着呢，这个人形就已经变完了，我们的封锁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。那我们来赶紧看一下封锁它人形下的表现吧。整个身材就是这个样子啊，08动画特有的风格，还是比较看能不能对得上电波的。我是觉得还挺帅的，这种长手长脚，胸部特别宽啊，特别壮硕的这种感觉，还是挺不错的啊。特别是它这些汽车零件就直接非常狂野的挂在外面啊，能看得出来是由什么变出来的，这一点还算是不错吧。那它最精彩的就是这个头雕啊，它画了2个
小胡子上去，然后他又是这个地方本来是下巴的地方啊，给涂黑了以后，像是一个山羊胡，这头雕就显得特别有特色啊。这个头雕的活动性也特别好，低头抬头啊，左右啊都是没什么问题的，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头雕，真的是特别的喜感，特别的有意思啊。这个头雕，做的相当不错了。那它这个头雕脑后也是一整个透明零件，我们稍微给点光源啊，看得到它的眼睛是在整个都在发亮啊，这个透光效果是非常的好，看起来特别的邪魅啊。那可动表现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吧。首先是非常惊喜，它有一个腰转啊，没有任何的变形的原因，就是为了让你可动，有一个腰转还是挺不错的。腿部呢侧踢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，前踢呢问题也不大，都是有的。屈膝呢变形的原因非常的大。后踢呢也是完全没问题的，整个可动性是一个超可动了，然后这个平转呢也都是有的。虽然说它的脚底板看起来非常小，但接地这方面它是有一个类似于3点支撑的结构啊，还是能够比较稳定的站得住啊。这个你稍微调整一下，让它有这个3点支撑，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接地面的，这个站立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手臂方面呢，平台没有问题。前后的大风车都是一个球关啊，可动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个整个肘部呢是一个类似于双动关节啊，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曲肘啊，可以看到这个基本都是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可动性确实意外的好，意外的好。它因为变形的原因呢，它还有一个类似于蝴蝶关节的效果，就是可以往后打，这个手可以打到非常非常后，就摆出一些比较有张力的动作来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可以看到有种那种基纽特战队里面摆那种动作啊，塔达伊马头恰库这种感觉啊，也都是能站得住的，依靠它这个非常逆天的接地啊，这种姿势都可以啊。这款玩具玩到手里，它的变形非常的简单，然后这种载具模式呢也看着挺帅的啊，人形的可动也更是逆天。而且这个自立性啊、接地性是真的好。总而言之呢，我是认为这是一款比较好的模具的。那这款模具的小玩点或者小机关呢，就是在烟囱这里。我们把它拆下来一看啊，它是2个类似于插槽的东西插在一起，中间一根线连着，分开以后呢，就变成了一个双节棍啊，一个双节棍的造型。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插孔呢，给它握在手里啊，这样子就变成了这个中华武术的大获全胜了，变成这种双持着双节棍的样子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爵士会用一个双节棍来当这个武器啊，非常的无厘头。不过这个效果呢，摆一摆也是挺好看的，看起来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。这种做一个飞踢的动作啊，啊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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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是可以的，都是可以的，还是比较好玩的一个小机关吧。这个摆一摆也挺帅的，挺酷炫的。那好了，今天就是给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，一定要3连订阅关注我的频道啊！谢谢大家了，我是巴斯特，我们再见吧，拜拜。